一次家庭争吵之后，你明明什么都没有说错，但心里就是过不去，总是在反复回想，我是不是哪里说的不对？他们是不是很生我的气？面对父母的强势控制，你明明有自己的想法，却总是下意识的妥协，甚至连拒绝的勇气都没有。甚至每次家庭聚会，别人聊得热火朝天，而你却感觉格格不入，焦虑的想要找个角落躲起来。你是不是也有过类似的经历？你以为是自己太敏感了，可是真的只是你的问题吗？其实你的敏感并不是缺陷，而是一种深深植根于成长经历的心理模式。家庭冲突之所以让你难受很久，不是因为你想太多，而是因为你的情绪系统一直在试图保护你。那些敏感的情绪其实是一种求生机制，是你从小在家庭环境中学会的应对策略。它们不仅影响你的感受，也塑造了你在人际关系中的行为模式。你想不想知道为什么家庭冲突之后你总是难过很久？敏感型人格的人天生对情绪变化极为敏锐，他们的大脑对压力和批评的反应更强烈。当家庭争吵发生时，你的大脑会自动开启反思模式，你开始回顾每一个细节，揣摩别人的态度，甚至内化批评，怀疑是不是自己做错了什么。更重要的是，如果你的成长环境中存在过多批评或忽视，你可能已经形成了一种情感高警觉模式。你习惯了去预测他人的情绪，害怕冲突会带来更深的伤害，所以哪怕争吵已经结束，你的心里仍然无法放松。那么你又想不想知道，面对父母的强势控制，你为什么总是会妥协吗？当一个孩子从小生活在一个权威型家庭里，他们很可能会发展出顺从模式。这种模式不是天生的，而是通过成长环境塑造的。如果你的父母总是以强势的方式表达意见，比如我说了算，听话才是好孩子，那么你可能在童年时期就学会了妥协等于安全。每一次你试图反抗，可能都会带来更大的冲突和情绪上的惩罚，所以你渐渐地把顺从当作一种生存策略。但这也意味着你在长大后可能会难以坚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，甚至在面对不合理的要求时，依旧会选择默默接受。那么，你想不想知道自己是不是不合群？如果你是一个高度敏感的人，家庭聚会可能是你最难受的场合之一。很多亲戚间的闲聊看似无害，但对敏感个体而言，可能暗藏压力。他们会不会问我的收入？他们会不会觉得我混得不好？敏感个体的大脑在社交环境中会不断处理大量信息，包括他人的表情、语气和言语中的潜台词，而家庭聚会的环境往往充满了对比、评价和无形的期待，这让敏感的人更加焦虑。那么，我们该如何调整自己，减少敏感带来的困扰呢？你要学会意识到，敏感并不是问题，而是你的一种特质。当你知道自己的情绪反应是成长经历塑造的，而不是自己太脆弱，你会对自己更有接纳感。学会情绪隔离，
不要把所有的冲突都内化。不是所有家庭矛盾都与你有关，也不是所有批评都是对你的否定。你可以尝试在心里设立界限，把别人的情绪和自己的价值感分开。在合适的场合，温和但坚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。你可以尝试用不带情绪的拒绝来逐步突破顺从模式。比如，我理解你的担心，但我有自己的想法。在社交场合中，减少对自我的过度审视。你并不需要让所有人都满意，学会把注意力放回自己身上，而不是不停猜测别人的想法。如果你也是一个在家庭关系中最容易受伤的那个敏感个体，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故事，让我们一起找到更好的应对方式。别忘了点赞和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